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凤航开播1小时拿热度第一，赵丽颖惊艳，仙侠剧要出黑马了，来了！开播被赚了几年，粉丝翘首以盼了几年，玄幻剧与凤航终于开播。而厂家芒果这个开播阵仗绝对称得上近年最大了，让剧迷直接过年。作为一部古偶剧，与凤航可谓是未播先火，关注度十分高。题材上属于玄幻剧，改编自九路飞香大热的网文小说，导演是指导过《赘婿旗袍美探》的邓科，演员是赵丽颖和林更新，《楚乔传》星月 CP 看到了。果然与凤航一播出成绩就爆了，上线1个小时热度就突破27000，拿下平台飙升榜第一，同时拿下全网热度第一。不仅播出数据成绩亮眼，该剧的收视也是一飞冲天。酷云显示，剧集开播后从0.42一路飞涨到卫视第一，绝对的收视惊喜。开播2小时，拿下双冠军，仙侠剧终于开窍了。近2年，国剧百花齐放，在各种类型剧上几乎都实现了突破。年代剧有《繁花》，悬疑剧有《漫长的季节》，科幻剧有《三体》，好剧多到数不过来。唯独仙侠剧等了好久，就缺个爆款。自《花千骨》之后，这些年除了长月烬明、长相思、泛起一点水花，仙侠剧口碑几乎全线崩塌。自带流量的偶像明星入局，带来庞大的讨论热度，却没有质量做支撑。同款滤镜、类似的故事、低劣的特效、浮夸的剧情，最终只能遭到反噬。谁又能来救观众的眼睛呢？与凤航仿佛让人看到了仙侠剧崛起的希望。比起之前的仙侠剧，与凤航到底凭什么掀起如此热度？它跟之前的那些仙侠剧又有什么本质区别？连刷4集，是时候说一说与凤航缘何成为爆款，又为何能助仙侠这个类型凤凰涅槃。01女王逃婚，上神下凡，宿命般的小院爱情，奇幻故事的烟火气出来了。一般的仙侠剧大都有2种开场，要么是先来一场大战，借此带出整个世界观宏大背景的介绍，再引出天资聪颖但命途多舛的主人公；要么是从主角幼时说起，用主角身世的悲惨唤起观众的同情，引起观众的兴趣。但与凤航不是，他从人出发，就连讲故事也特立独行。故事开场就是一个女王的命运选择，嫁还是不嫁。思考这个问题的主人公正是灵界的碧苍王沈离。为了实现灵界和仙界的和解，仙君和灵界女王定下婚约，要沈离嫁给仙界不靠谱的芙蓉君。本应水到渠成、普天同庆，没成想临近婚期，女王誓言不会嫁给不爱之人。别的女子逃婚，逃了也就逃了，但灵界碧苍王沈离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一场灵界大战打得天昏地暗，红霞满天，成为孩子们眼中精彩的烟火表演。而沈离与灵界手下过招，原本游刃有余，直到被最信任的磨坊刺中，受伤坠落凡间，变回原形凤凰。不但要在小摊贩手中上演及时逃生，还几次险些被一刀剁了熬汤，完美上演落难的凤凰不如鸡。机缘巧合下，却偶遇下凡体验生活的最后一位上古神，行止，一场纵横3界、强强联合、充满烟火气和磅礴之力的神话爱情故事就此开始。原来同为下凡，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，却也有截然不同的境遇。行止下凡是活了数万年活腻了，主动下凡历劫体验凡间文化。没想到在凡间以算命为生，每天到集市采购闲散度日的他，一眼认出了身世不简单的女主。高价买下，卖便宜了，他会不高兴的。
这场相逢也彻底绑定了他们两人的命运。坠落凡间的行止，化身体弱多病，绝对不能打的航云，功名利禄啥也没有，就有一个悠然自在的航云小院。女主就在这小院里吃她的喝她的，徐徐恢复原形。而航云刚把小凤凰买回家，就开始了他的护妻之路，先把沈离从小桃的刀下救出，再把她从雨中抱回家，最后在三郎面前帮他一把。这该死的狗粮味儿啊！还有小桃是不是饿了，连知否里的小姐都要杀了吃了？当然，这航云小院的饭也不是白吃的。当不能打、没仙法的航云被卷进了一场将军回魂的风波中，就在小命不保之际，沈离终于恢复真身，一杆长枪出手相助，上古大神的凡间体验之旅才没有提前结束。可活下来的上古大神也绝不让女主省心，比如得罪个凡间的混蛋、富二代什么的，关键时刻还得女主出手帮他解围。但两人的人间小院仙侣奇缘不过刚刚开始，下一集女主就要被灵界兵马合围，航云就要吃苦头了。后面的故事如何，就交给大家自己去看。但与凤航的故事显然不同于其他套路仙侠剧，他以男女主意外的坠落凡间相遇开场，用一场逃婚、一场偶遇，将故事背景交代得十分清楚。在人、仙、灵界组成的这片大地上，有多方势力并存，但看似和睦的背后暗潮涌动。仙界和灵界需要和亲以示和平，而野心勃勃的九冥就一直试图崛起搞事情。随着女主为救航云发功露出行迹，围绕在男女主身上和仙凡间的劫难也正式开启。在讲清楚故事背景和世界观的同时，该剧以一种东方爱情特有的宿命感，引出了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：行止、沈离，上古大神，灵界碧苍王，时也，命也。而所有观众都会在两人宿命纠缠的吸引下，不断的看下去，精彩故事的一条条线索也不断被引出。入戏了。02赵丽颖有仙侠感，林更新俏皮，群像不落俗套，过瘾。提起赵丽颖这个名字，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应该就是仙侠、古偶这些关键词。最早的花千骨，赵丽颖一战成名，而她在《楚乔传》中的角色和造型，至今仍未经典。而赵丽颖重回仙侠，对于类型剧的重度颜粉来说，当然沈离是个好消息。不夸张地说，虽然仙侠是赵丽颖的舒适区，但她演仙侠确实给人一种适配对位的感觉。一来，因为对类型剧熟悉，无论在古装扮相还是举手投足间，都有碧苍王的仙侠气质。尤其面对仙灵两界，武力抗拒封建包办婚姻，打眼一看就有那王爷的霸气之感。二来，赵丽颖自带英气，特别适合仙侠剧中高高在上、敢于随时跟仙灵两界叫板的气质。一枪直逼三郎咽喉时那句不得放肆，真的是女战神范十足。看完《与凤航》前4集，赵丽颖的演技也给我留下极深印象。碧苍王是个表面简单实则复杂的角色，他身上既背负着母亲的悲情宿命，还背负着守护灵界、保卫3界的重大使命。多年守护灵界，不敢有懈怠，这造就了他坚硬的性格。但孤冷和高傲不过是他的保护色，哪怕已经1000岁，骨子里女王依旧是个爱吃肘子，一听到好吃的就走不动道的可爱少女。稚嫩是她的优点，也是缺陷。一方面，她心性单纯，生性善良，不仅有好生之德，还有保护众生的自觉。另一方面，她未经世事，又经历过血海深仇和母亲死亡，所以性格中的恶随时可能被激发，甚至走火入魔，堕入魔道。所以当剧情后半段沈离差点被阴暗面吞噬的时候，那段情绪爆发的演技才让人感同身受。实际上也是从这个角色中，
我仿佛看到赵丽颖演技的精进，从当年花千骨更多靠天性释放演戏，到眼神里有故事感，眉宇间有了人物经历的厚重，这也让毕苍王这个人物有了充足的说服力。与赵丽颖二搭的林更新也有很好的表现。有人诟病林更新这次的角色看上去有点虚，但其实细看他的表演，这种虚正是角色所需。杭云这个人物与身手过人的宇文玥完全相反，是个外冷内热的青衣病秧子。他已看透世事，恬淡自在，为了解闷来凡间历劫，不知不觉被女主吸引。林更新的演绎带着一种松弛的喜感，时刻都在告诉观众，我怂了但我是装的。尤其女主要走撒娇这一段，把傲娇和欲擒故纵演得明明白白。但本质上，行止和宇文玥是同一类人，都用外表掩盖善良和赤诚，爱恨直接，温暖正直。只不过一个用了冷酷的壳，一个用了慵懒的壳。而行止与女主同样互补，两人性格如冰火，但本质却一样温良，这也是他们相互纠葛、相互倾慕的根本原因。所以，当剧中的女王因行止的眼神而害羞，当剧中的行止因女王而嘴角上翘，这种反差反而会引起观众的好奇，甚至在磕 CP 的心也会砰砰作响。当然，一部仙侠剧好看，并不仅仅在男女主群像的演绎至关重要。相比其他仙侠剧中配角的脸谱化和功能性，与凤航中的配角群像能让人眼前一亮。剧中有2个角色的设定和演绎不落俗套，让人感慨万千。第一位是曾黎饰演的灵界之王沈沐月。进入中年的曾黎气场越来越强，出场就自带威仪感，而灵界之王的设定比女主这个女战神更兼顾权谋大局。她并非天然的反派，但为了灵界秩序，不惜率众与女主拔剑相向。一个王者的威仪，一个领袖的孤注一掷，在此刻被具象化。那个决绝的眼神，看完令人难忘。第二位是董洁饰演的芸娘。董洁虽然长着一张清冷的脸，但这次的角色塑造却多少和过去有些不同。这个角色带着巨大的悲苦命运，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重见她等待多年的丈夫三郎。可当丈夫魂魄归来，两人相见之日也是离别之时。而董洁的一个眼神，一句台词，都精准踩在了悲情女子的点上，让人光是看到就忍不住动容。这一个个角色没有强行设定的工具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背后的故事。他们不仅仅在为男女主铺路，也是在为自己铺路。这种完美的配角群像演绎，也赋予了与凤航独特的角色宿命。宿命在每个人身上上演，似乎谁都无法控制，可每个人也都在为命运努力挣扎。背后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，才是与凤航真正的东方精神。03制作精良，内核普世，女主成长，是仙侠剧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塑料感的制作，不知几亿投资花在哪里的困惑，是近年所有网文改编仙侠剧的共同缺点。但这个缺点在与凤航这里应该是要止住了。从前4集看与凤航的制作还是很能打的。开头一段灵界大战的特效，不知道甩其他的仙侠剧多少条街。那种鏖战天地间的磅礴气势，光从四周的光影环境，孩子们眼中的壮美霞光就能感觉到。而人物的装扮也没有道具的廉价质感，而是有种女战神的美。除了这些，与凤航似乎将仙侠中仙灵界和人间的环境至真至幻地进行了还原。灵界的清冷恐怖，人间的万家灯火，集市的烟火寻常，小院的田园风光，湖面石桥。在制作上，这也是我印象中近几年第一部大剧对人仙灵3界的环境有这样质感的还原。其次，
是与凤航的故事，有仙侠，有喜感，有看头。仙侠剧最怕拍得太单调。与凤航虽然披着仙侠的外壳，但该有的喜感、惊险一样不少。既有灵界仙界联袂的权谋算计，有气势磅礴的大战，更有当男女主相遇的小院祖父母爱情。追剧就有了看《楚乔传2》的既视感。最后是女性角色的破局。真正优秀的仙侠剧应该你能完成一种主角向外触达世界，主动承担责任的成长型叙事。而今的仙侠剧却总是忘记了角色真实的成长，只求一个情绪的刺激。或者说，近几年的仙侠剧更像是一款任务游戏。而在《与凤航》中，女主的凡间历练并不是为了情绪的爽，而是感受到了更大的局限，所谓命运的压制。而女主的成长、正反的抉择、对命运的反抗，才是驱动故事发展的原动力。优秀的仙侠作品无外乎如此，与凤航的内核也因此落到了实处。比起单纯的虐恋、奇幻等等类型剧，剧集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气质。它讲爱情，但也不仅仅讲爱情。故事有人间大义，有普世情怀，甚至有对人间至味是清欢的哲理性探讨。这也是看《与凤航》我们真正可以收获的。无论赵丽颖能否带领仙侠剧凤凰涅槃，对于观众来说，终究不虚这场《与凤航》。